阿国经济超强国，移民时机要把握。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你说阿根廷经济要超越那个很厉害的厉害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印象中的阿根廷危机重重，不是通膨爆炸，就是经济混乱，政府还会破产的国家，那怎么会想要去移民呢？今天就来深入了解最新状况，看看现在移民去阿根廷到底是危还是机。Vamos。聊起阿根廷，大家的印象还是那个通膨满天飞、钱币像册子的阿根廷。没错，称之为通膨地狱也不为过。前2年时间，通膨超过200%，物价飙升的比火箭还要快了。自从阿根廷总统米雷在2023年12月上任后，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哦。最近新闻还说，阿根廷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越中国，真的实现大逆袭了吗？与其听说，不如看看最新的数据统计，或许答案一目了然。首先是最核心的 GDP 数据。根据世界银行2025年6月的报告，预计今年阿根廷的 GDP 增长率将达到 5.5%。哇 5.5% 哎，这不就是比高喊稳经济稳增长的厉害国更厉害了吗？而在同一份报告中，预计中国2025年的 GDP 增长率是 4.5%， 而阿根廷是 5.5%， 所以新闻报道才会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超越中国了，除非统计局大笔一挥修改数字了，哈哈。保持开放，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啊。其实这不算是预期了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在2025年第一季度，阿根廷的 GDP 实现了 5.8% 的增长，这更是连续3个季度经济增长了。那阿根廷到底用了什么科技与狠活呢？可以在1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大转变呢？其实也没什么黑科技了，只是做对了一些事情。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停止印钞。自从米雷上任后，就马上停止了政府滥发货币，而且持续每月从市场吸收 6% 的基础货币。吸收基础货币就是政府在市场上回收流通的钱吗？对啊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以前阿根廷政府为了填补财政赤字，印了太多钞票发出去，导致市场上的钱太多了，钱都不值钱了，东西就变贵了吗？现在不印新钞票，钱就没那么多水分，物价也就稳定了，那就从源头切断了通膨的燃料了。看来钱这个东西也并非越多越好啊。所以通膨降下来了吗？按照最新统计，阿根廷从每月最高 25% 的通膨，到今年6月份已经下降到 1.6%， 这算不算是个奇迹呢？哇，从双位数降到个位数还不止，还降到 2% 以内，这才算是厉害国吗？没错，虽然6月份的 1.6% 是比5月份的 1.5% 稍微高了一点点，但这仍然是个很低的水平。更重要的是，过去1年的年化通膨率也降到了 39.4%， 这是阿根廷自2021年1月以来最低值啊！这算不算是阿根廷人团结奋斗的成果呢？也算是休克疗法的成果吧，并且为阿根廷重建了最关键的信誉，让国际投资者开始恢复信心。看来阿根廷终于要从百年老赖的老字号走出来了。还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呢？当然有啊，今年5月份的批发物价甚至出现了 0.3% 的负增长。等等，负增长是降价的意思吗？这个批发物价指数代表什么呢？是的，负增长在这里代表价格下跌，而批发物价指的是商品在生产环节或批发环节的价格，可以理解为商品买卖的成本价了。如果这个指数都下降，说明生产成本正在下降，会是消费物价下跌的先行指标，算是个积极信号哦。还有这个 0.3% 的负增长，可是阿根廷17年以来的最佳表现。这就厉害了，以前在阿根廷经常要趁机囤货，避免价格波动太大，现在恢复稳定了，就不用太紧张。不过遇到有特价促销，还是可以多买一点点啊。对啊，不用担心抢盐抢油抢口罩了。
还有在阿根廷比索汇率方面也变得更稳定了。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阿根廷是存在2个汇率，一个是政府的官方汇率，一个是蓝美元 Blue Dollar 汇率。蓝美元，不要以为改个名字就不是黑市价格呀。更准确的来说，是因为之前阿根廷政府长期外汇管制，导致官方汇率与真实汇率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。大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，就只能在黑市上兑换美元咯。所以 Blue Dollar 就很有参考价值，应该算是衡量阿根廷经济混乱程度的指标吧。没错，前2年官方汇率1美元可能只兑换500比索左右，而蓝美元最高可以换到1500比索啊。哇，差了3倍啊！那谁还会去官方渠道兑换呢？所以大家宁愿把美金放在床底下，也不会放到银行去咯。床垫银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这说明大家对于银行系统信心不足啊。那么现在有所改善了吗？我会说信心有所恢复，但还处于初步阶段吧。虽然有些民众开始把钱存进阿根廷的银行，但鉴于之前的黑历史，大家还是在保持戒心。以前就听说过阿根廷政府有强制结算外汇的事情，这样人民对金融系统的信心比较低呀。除此之外，阿根廷在脱贫攻坚的工作上也有亮眼的表现。在米雷上任刚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，阿根廷的贫困率一度飙升到52.9%。这是重要的参考指标啦，可以理解为要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支所需要的最低收入，可以反映出人们生活的痛苦程度。而根据最新报告，现在贫困率已经下降到38%。看来连基层民众都开始感受到生活改善咯。这个大利息还真不是吹牛啊。通膨虽然下来了，但正如刚才所说，依然至少有38%的阿根廷人还是觉得生活很困难。因为目前阿根廷仍然是拉丁美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却是最低的。所以这么多好看的数据，是否说明现在移民阿根廷风险大于机会呢？你问到重点了，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移民阿根廷的危与机吧。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刚刚我们聊到阿根廷经济数据实现惊人利息， GDP 增长弯道超车中国，通膨大幅下降，甚至打赢了脱贫攻坚阻击战。数据这么好看，那为什么很多阿根廷人还是觉得生活艰难呢？这就是今天深入探讨危与机的关键了。我会说，目前阿根廷的经济正在面临着一种宏观数据改善、微观生活阵痛的鸿沟吧。这是痛并快乐着的意思吗？数据上告诉我们，经济在大方向上扭转了，但休克疗法带来的剧烈变化，依然让很多民众和企业在承受着剧痛啊。刚就说嘛，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生活成本最高，但平均工资却是最低，这种反差肯定苦啊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米雷政府为了削减政府的财政赤字，进行了非常激进的公共开支削减，包括医疗、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领域。这些在之前的影片都讨论过，还有非常重要的移民政策大改变，没有看过的朋友快点去看看吧，链接放在下面。然后呢，就导致许多人购买力大幅下降。有数据显示，2024年有高达91%的家庭需要个人贷款，其中58%的贷款是为了购买食物。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啊，是真的要借钱买便当呢。这消费贷也太夸张了吧！特别是退休人士，他们的退休金远低于基本生活所需，生活压力非常大，因此引发了不少抗议。感觉政府直接在拿民生福利开刀耶。正如新闻所说的比喻那样，这次改革是战地医院里的抢救，阿根廷必须要截肢才能活命。目前在宏观上止住了大出血，但在微观层面上，很多人还是刚从手术中醒过来，需要时间恢复啊。这种痛应该算是10级的程度吧。而且米雷在国会里，他的政党是少数党，
这让他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，一些政策还是很难完全放开手脚啊。原来还关系到政治斗争啊！听说阿根廷很快就要迎来中期选举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是的，在今年10月份会举行议会选举，这场选举对米内政府来说至关重要。如果他的政党能赢得更多的席位，就能更有力地推动改革，否则很多深层次的结构问题，比如说税务系统、官僚主义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等的问题，都会影响阿根廷的经济复苏。这也是为什么经济数据向好，而很多人还是观望状态吧。那对于考虑移民的朋友来说，如果现在去阿根廷，到底有什么机会呢？我认为关键是要认知到，目前阿根廷是处于转型期，在这个特殊时期，可能会出现一些过去很少见的机会。例如阿根廷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机会，这在之前的影片讨论过。现在都经历了一波投资热潮了。在这1-2年的时间 Buenos Aires 的房价就升值了很多，确实是不错的投资。数据显示，抵押贷款的数量从12月前就开始显著增长，但感觉还没达到饱和的水平。那些已完工的建案买卖非常活跃，很多中介都说生意大好。这是信心回来的迹象吗？那除了买房之外，还有什么移民人士可以运作的收入模式呢？在这里要谈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，就是非正式就业率。在2024年第3季度，这个数字高达42.6%。换句话说，将近有一半人在打黑工咯。其实我们移民是不是很难找到正规的工作呢？由于语言障碍，不懂西班牙文的话，要在阿根廷当地找工作会很难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做生意，或者透过远端工作来赚取收入。要不就是退休人士领取退休金咯。那么这个高企的非正式就业率，对于想在阿根廷创业当老板的人来说，反而是个利好因素啊。难道是请黑工会比较容易吗？恰恰相反，米内政府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成因，他把现在的体系形容为阻碍就业的敌人，正在推动劳动改革，旨在能让更多人合法的工作。这意味着对雇主有好处吗？这些改革是为了降低雇佣双方的风险，让大家更愿意签合约。那我懂了，目前阿根廷的法律对雇主规定还是蛮多，导致不敢放开手脚雇人，所以打黑工的现象才那么普遍。对啊，因为一旦签约了就要负责。现在他们打算设立一个基金，让企业不用为离职员工支付高额赔偿金。取而代之的是，企业每月会存点钱到专门的基金账户，当员工离职后，就可以从基金领到钱。这不就是 You Are Fired 的基金吗？看来不论是请人还是炒人，都变容易了。如果这些劳动改革能够顺利推动，对于阿根廷的营商环境是个利好因素哦。那看来以后在阿根廷打黑工会越来越难咯，尤其是想走路去打工2年拿身份的朋友来说，现在还可行吗？其实阿根廷在今年5月开始实施了新的移民法，过去那种先旅游后转换身份的方法是行不通了，并且官方对于非法移民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，所以现在这样做很难获得合法身份了。无论如何都要做好移民功课，这才会有更明智的选择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个数据可以分享给大家，阿根廷的企业密度目前还算是非常低，每1000人只有13家公司，远低于智利38家，巴西26家。听起来是个机会哦，要带着资金进场的信号吗？这只是说明风险与机会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阿根廷正在从经济休克转向稳定复苏，最混乱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，正在从短期投机走向长期投资。为寻求发展新机会的人来说，提供了多一个选择。透过这次分享，希望能让考虑移民阿根廷的朋友勾勒一个更清晰的大画面吧。这个频道的发展也有赖大家的支持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请按赞分享给朋友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ciao。